听说越南入境容易被卡，还会被要求小费。结果呢，他一直跟我们讲说要填表格。不可能作为一个海关的官员，他会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况，他就故意的就是要让我们填。越想越不对劲，要是他真的给我们落地签的令旨签的话，我们就去不了胡志明，就是很担心嘛。他就手势指了一下嘛，然后我们就记得订阅，开启小铃铛哦。嗨，大家好，我是文文。我们现在在香港机场，那会儿要飞往一个超级适合度假的小岛——越南护国岛。那这期视频呢，将带大家沉浸式体验如何入境越南护国岛。那飞机快起飞了，我们护国岛见！欢迎来到护国岛，越南的第一大度假岛。它坐落于泰国湾之中，这里有全越南最漂亮的白沙滩、最长的跨海缆车，还有大型的游乐项目，特别适合全家一起来度假。而且直飞护国岛是免签的，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Hello， 大家，我们现在已经到达越南的护国岛了，现在要准备去海关入境。护国岛机场很小，一下来跟着人群走就可以走到海关入境处了。我们这次提前办了电子签，但也要去窗口换令旨签。关于如何申请电子签以及护国岛免签的教程视频，我已经放在主页了，大家可以点击查看。持有中国护照要先在这个窗口递交资料，换取令旨签。换令旨签的资料看图。拿到令旨签后，再排队过海关入境。就剩我们俩了。我们大概6点20分的飞机落地，现在是7点04分，因为落地签的事情搞了好久好久。我们是拿了那个电子签，提前打印好的 PDF 文件给他，给到换令旨签的那个柜台。结果呢，他一直跟我们讲说要填表格，我们就很怕说填表格就变成免费那个落地签了嘛。不可能作为一个海关的官员，他会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况，他就故意的就是要让我们填。后来就有一个男的官员走出来给其他人发他们的落地签，然后我就追过去问他，然后他就叫我护照给他，我就给他，然后他就对，因为我们查过河内跟胡志明提前电子签1为3是不需要再填表格的，护照，因为那表格上面填的内容跟我在网络填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他不知道，就是说不过去。除了令旨签遇到了小插曲外，过海关都很顺利，没有遇到索要小费的事情。护国岛的机场很简单，换钱的柜台也可以买电话卡，价格看图。取现的 ATM 机在机场外面玻璃升降梯这里有2台，每次最多可以取300万越南盾。因为人太多了，所以我们决定去市区再取。他这打 Grab 就在这里，就在路边吗？车就在这里。你看我们这边打了25%的折扣哈，就是因为他这边有针对来越南旅游的有推出一个优惠包，25000的越南盾，一共就7块钱人民币左右。然后他就有送你很多的券，比如说机场试吃的25%的券，然后还有叫餐的券，还有平时叫车的券，它都有。拜拜 ，Thank you。我们今天住在护国岛南部日落小镇的民宿，这个房东有好几套公寓，主要集中在 The Sky、The Sea and the Hill。都是比较新的公寓，入住之前需要联系房东，因为物业需要登记信息，没有押金，上电梯需要刷卡。那现在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 room tour。原先我们预定的是海景1卧室的，淡季一晚是280人民币，现在房东免费升级为海景双卧，看了一下这间一晚今天是460元，十分的划算。然后整体这个公寓都很新，这个是卧室1，大不大？是双床的，它是带了卫生间的。这套房间一共有2个卫生间，这个是主卧里带的，也可以洗澡、淋浴，没有护发素，护发素可能要自己带。电吹风，还有浴巾，还有牙刷。我们现在来看第2个小卧室，这是个双床，也带了一个书桌，也有衣柜，还有浴袍。被子还蛮干净的。这个卧室呢，它就没有带卫生间。第2个卫生间是在一进门的右手边，算是一个公共卫生间，然后是干湿分离的。刚才主卧的那个不是干湿分离的。这是一个迷你厨房，有烧水壶、锅、电磁炉，然后有个冰箱，这边还可以动一下，可以放冰淇淋。这边还有微波炉。厨具，也有切菜板，还有刀
电饭煲，排插的口。那这是房间的一些信息 ，check in 的时间，然后 check out 的时间，清洁是每天免费的，和别人租摩托车的一个价格。这个公寓整体就非常的新，这些第一次使用都是免费的。现在还有泡面，4碗的泡面，越南的咖啡免费，挺满意的，挺满意的。这车应该配音乐，配泰国那种三人车的音乐，非常酷的，因为它这个灯。但是他也要弄了这种彩彩。富国岛第一顿去吃河粉，吃 pho。它这1公里3万2个人，就等于15000一个人。幸好坐车，不然这上下坡会死。走到那边我都已经饿到肚子扁扁了。啊，我们到了。Go。我要吃这个 beef。我也要吃 beef。你跟他翻译好。你要1还是2？我们在富国岛的第一对海的声音。那边还有餐厅。不知道它这个辣椒会不会辣啊？越南辣椒是不是？对。我们在富国岛的第一顿来吃越南河粉，想了好久的了。我们点的是双拼2种煮法的牛肉越南粉。越南粉也是想了好久了。那这家没有9层塔，我觉得桃叔已经迫不及待的吃起来了。这家评分很高，很高，但是我觉得有点遗憾，就是它没有9层塔跟薄荷叶，就折下来放进去的那种叶子。这个食量小的人吃不下，太大了。它很清爽，加点醋。我的柠檬呢，在这里加柠檬。我觉得这家应该我还会来吃第2顿。那么多粉吃，今天第一顿就是随便吃一吃，明天带你是好吃的。这家店是在这个亲吻桥的夜市上，算是游客区的。这边过去这边就夜市了，这条路。然后加了柠檬，果然好吃。2份是15万，那还40多块钱。我喝一下，刚才就活过来了。我看，刚才一下飞机下大雨，我心情就荡了。他今天给我们一个下马威，我们在天上的时候本来阳光明媚，然后突然间他到了富国岛，就马上云厚厚的，然后就看到远方在下大雨。所以我们计划要看着天气来调整。对，而且一下飞机那个空气的湿度啊就爆棚。如果他每天下雨，我们就每天出去吃1、2家餐厅给大家看一下。哎，我觉得这种牛肉像是肥牛，但是它这是新鲜牛，不是肥牛。对，它片的有点像肥牛。然后这个就像瘦肉，那种牛肉的瘦肉，那种片的像肥牛一样的更香。味道怎么样？这家？好吃。好吃啊。但我个人觉得越南河粉就几乎都没有不好吃的。我们在广东吃，我觉得也挺好吃的，就是比较贵。但它这家的调料就比较少了。喝口汤缓缓，我要开始讲故事了。我们今天本来是按理说我们提前办了电子签，过关的速度要非常快。我们自己预想要很快的，但是今天出乎意料搞了一个小乌龙，结果就整整耗了快1个小时才出关。来越南旅游呢是必须办签证的，但是有个地方比较特殊，就是富国岛了。就来越南的富国岛玩，不去其他城市的话，是可以办免费的落地签。那我们这次是要去胡志明嘛，所以就提前办了电子签e-Visa，电子签的 PDF 文件也打印出来了。落地富国岛机场的那一刻，我们要去放电子签嘛。结果呢，那个女的工作人员直接给我们2张表格，就看都不看，就直接叫我们去旁边填。这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了，因为我们填表其实就跟免费落地签是一样的流程。桃叔就去问了一下，如果给我们这个落地签哈，我们就不能去胡志明。我就是怕他会弄错掉嘛。其实他那个表格上的资料跟我们填电子签的资料是一模一样的，因为我们在来之前查过河内跟胡志明，就这个电子签e-Visa是不需要再填表格的，直接拿着那个 PDF 可以去换电子签。
但是护国岛机场却要我们另外再填表格。然后我那时候因为人排的很多，我就有点着急，然后看了一下那表格，我想着啊，那就填吧，因为那个工作人员非常肯定的要我们填。然后我们填了一半，我就觉得越想越不对劲，要是他真的给我们落地签的令子签的话，我们就去不了胡志明，就是很担心嘛。问了2次那个女的工作人员，她都是回答我们说要填这个表格才能去换令子签。然后到第3次的时候，因为大家都走光了嘛，就剩我们2个了。然后那个男的工作人员就过来发签证，然后陶叔就说那再去问一下这个人，因为他看上去业务能力更强一点，所以陶叔就去问了这个人。结果他就把我们的 PDF 文件、护照还有照片收走了，2分钟不到就把我们的令子签给换好了。我们之前问那个女的工作人员，整整折腾了快30分钟，得到的答案还是要叫我们填表格。结果这个男的就一下就办好了，不需要再填表格了。然后陶叔是觉得这个女的工作人员是故意刁难我，我是觉得她的业务能力水平不太够。大家觉得？你们觉得是哪一种可能性呢？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我不是说恶意揣测，就是因为他是海关人员，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个规定的。然后还要说一句，就是如果只到护国岛玩的朋友，因为你等令子签要排队，过海关又要排队，所以时间会拉得很长。我建议办免费落地签的朋友，可以在国内先下载好表格，填好。再出发，拿着那个表格出发就很快了。今天一下机我就被暴击了，一个是下大雨被暴击了1次，第2个就是换令子签这个事情被暴击了1次。然后整个护国岛机场是非常小的，一下机然后坐接驳车过来就到它海关入境处了，就打得来措手不及，因为人排了很多，然后他们排队又是一堆的排队，措手不及。本来我想好好介绍一下整个入境的流程嘛，结果呢？一开门就碰到一大堆人排队，然后令子签又不给我们换，要叫我们去旁边填表格，就整个今天这个入境过程给我录的比较稀碎，然后我又很懵，就没有一个正确的人来引导然后我们还要说一下这个小费问题，因为以前我们来越南也玩过好几次嘛，有遇到过收小费的事情，每次都遇到过。然后我们那收小费的事情也是挺奇葩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那时候没有经验，然后跟在前面有旅行团嘛。那么导游会教他们在护照里塞 money 嘛，然后我们跟着那个旅行团后面，所以海关抽到我们他就他就手势指了一下嘛，然后我们就就说我们英语不好，然后但是他也放我们过了，不过就体验不太好就是了。但是这几年越南发展挺快的，对，越南发展挺快，我觉得这些东西应该是有进步。对，日落小镇的夜市。Octopus Island， 鱿鱼岛，章鱼岛。这边韩国游客应该很多，每个店铺都是韩文的，所以这灯笼挺漂亮的。要下雨了是不是啊？法柜。哪里啊？这个。相关呀，这个有法柜。就这种。水王江在日落小镇。至今为止，我们到了所有地方都有水。我屏幕都快放不下啦，就很浓郁的花生酱的味道。今天来护国越南岛，你要点什么海鲜？3小，我要全部。记得订阅，开启小铃铛哦。Hello， 大家好，我是文文。今天是我们在护国岛的第2天。我们昨天一下飞机嘛，然后倾盆大雨，以为今天也是大雨的，结果呢，带你们看一下，噔噔噔，太阳非常的好。我们这套公寓的景观呢是面海的，可以直接看到亲吻桥。然后晚上呢，在左边呢是有烟火的，大概9点半的时候可以看到整片的烟火。我这栏杆怎么这么高？那因为护国岛的面积它其实不算小的，从南到北都要坐车嘛。然后我们又住在日落小镇这边，在南部，所以今天中午我们想去吃一家评分比较高的越南菜，就在这附近。然后晚上再去吃一顿海鲜大餐。那 Let's go。Hello，it's Moto。Yeah。帽子在里面。帽子在里面。谢谢。谢谢。今天我们到这一家来吃越南家常菜。2 pers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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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son。
越南超人气小吃越南煎饼 mắm xeo， 外皮是用米浆加上黄姜粉煎得脆脆的，内馅包着猪肉、虾仁和豆芽，吃法呢也很特别，用生菜包着整个饼，沾点鱼露吃。这么大一份，要怎么吃呢？米纸，加了一坨。这吃的有點狼狽啊！ Mình có thể cuốn kèm với bánh tráng cũng được, hoặc là mình cuốn trực tiếp vào trong rau luôn. Nó giòn không cứng anh chị, giòn rơm rớp luôn anh chị, giòn rau ráo luôn á. Khi mình bẻ rất là dễ bể nè, bánh bể ha, giòn mà nó xốp nên cái bánh rất là dễ bể khi mình cuốn nghe nó. 米纸，这么大一个，卷起来，我蘸这个吃。很难咬开，但是这个青菜的味道好不错。这是什么？猜猜看。薄荷。薄荷的味道非常重。吃越南米粉有这个，要把这个菜折一下放进去吃，我放在米饭里吃。这薄荷味道，吃完咬碎了以后，嘴巴会凉凉的。这个好像不是我平时在阳台种的薄荷，长得不一样。这里面是五花肉，五花肉豆芽，豆芽非常多，我拿完它馅料其实掉了一半。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个一定要趁热吃。但酥脆好吃，下面一半好吃。对，因为它汤汁淋到下面去，下面那一半已经软的了。那我们刚刚点的时候以为是这么大个，就跟碗一样大，结果它端上来就是这么大个。是个越南春卷，这里面有包虾，还有鸡胸肉跟菜，还有粉，比较清淡口味的红烧肉。我以为它会比较浓稠的味道，就很重口的，结果发现它比较清淡。但这个肉是炖得很烂了，一咬就这个肥肉部分就化掉了。来东南亚当然要吃空心菜啦，但你会觉得它的空心菜跟泰国的很不一样，泰国是用虾酱炒的，它这个好像就是用黑胡椒，我的咖啡都快融化掉了。咖啡，椰子冰沙还可以，就是这个冰淇淋，我以为它是一个冰淇淋球哈，但是呢，我没想到它是诈骗。它是一个冰的球，上面裹了一层的冰淇淋。这家店的名字，中文名字是叫家常菜。那如果有看到这支影片的越南朋友，就这家店的菜算不算是家常菜？我觉得还是蛮精致的。我觉得来越南旅行根本不用担心很少吃青菜，因为它菜上都是青菜。你看桃叔拿着一大盘的盘子吃。精华是它这个肉，它这肉是腌制过，但是还很嫩，非常嫩，很好吃。今天最好吃的菜，来桃叔，肯定这个呀，就这个一大盘的最好吃。桃叔是觉得这个 pancake 比较好吃。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它值不值得5星好评换一瓶饮料？所以我不会要换饮料。我们之前来看评分不是很高吗？特意找这个。然后发现他有给5星好评加一个照片，有一杯饮料是免费的。我觉得这家店嘛，好吃挺好吃的，因为像这个饼嘛，颇受好评，因为没有吃过在国内。但是其他菜可能就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了，5星好评可能还是差一点的，可以给4.1啊、4.2啊，差不多。那就不要饮料。饮料我们就不要了，就实话实说。按我们的话来说，就是还差几分是让它有进步的空间。我们今天一共吃了49万。我上次导航不小心把导师从乔治镇导到北海去了。Hello， 现在演示一下如何用银联卡在越南的 ATM 取现。那这个银行呢是越南的公行 Waiting Bank。那我这张卡呢是最普通的招行银联就借记卡。现在把卡插进去，
中文，然后输入密码，我这边都有中文界面，然后取款，取的是储蓄账户，这个是最多的。对，200万。这个先吐钱哦。 然后看一下有没有去手续费啊？很多人问借记卡能不能在国外取现嘛？我建议打电话给银行客服确认一下你的银行卡是否能在国外取现，因为有些人的那个银行卡是可能什么2类啊就不能取了，所以要去升级一下。所以建议是要出发前要提前电话一下银行客服。我这个银行卡刚取了200万的越南盾，然后我的招函短信是提示我取了558.6。 的人民币扣手续费10块。平常在泰国取钱的话，它会有2个手续费，一个是泰国跟你这银行卡收的手续费，加国内银行跨国的那个手续费。而越南呢，它只有一个银行跨国的手续费。 然后越南是本身是没有收手续费，取200万越南盾其实有点不划算，因为你的手续费得扣到10块嘛，相当于2%。如果我们取500万的话，可能就不到1%，会更划算一些，因为它的取现的限额有点小，这里要排队拍照。今天来排，今天没人了，今天我们来2次都没有人，对不对？这是日落小镇的正中心，看好多这种小突突，就是谢顿酒店旁边。淡季也很多人哦。嗯。啊。 爱拍大笨钟，我也得拍。加入他们。哎，炮弹树的炮弹。我们下午本来是要去拍对面的花的旋转楼梯，但是这个季节呢没有花。 人依然很多，有一点滑，但好多人在海边。劈上去。中午我们出来吃饭嘛，所以这个日落小镇完全没有人，因为那会儿太阳很大。还有说，哎，这人那么少，那下午可以晚点出来拍照。结果出来以后，等，竟然排队。这边也是，都是喷泉也是排队拍照。你说欧洲人过来以后，他会觉得，好像回到了故乡。这边的韩国人真的是好多。 多到每一个店家的门牌都有一个韩文的标志。然后我们一进去，他先跟我们讲韩文。对，都是안녕하세요。我觉得这个小镇，因为它5颜6色的嘛，它要维护起来，其实也要花很多的钱。它这些因为在海边，刚刚刷好，所以它要一直保持它的游客持续的增长，不然它维护起来是蛮困难的。它这边很多楼是空的。 今天晚上我们来吃这一家在地人的海鲜大排档。这家店呢不在日落小镇里，在镇外的主路旁。它这条路都是餐厅，中午这两边街道就很多卖水果的，晚上就是夜市啊、餐厅啊之类的。Hello。 来富国岛怎能错过海鲜呢？富国岛的海鲜有小卷，就是带籽的小鱿鱼；咸宁渔村出产的兰花蟹，还有各种少见的海螺、贝壳。但是服务员呢，大多不会英语，所以一般要看食材点餐。这不是鱼吧？都是活的，你看，你要吃什么？跨山小，我要全部。前面嗰條store，對，跨沙小我要全部。我所以想要小羊鋪。Yes，and you got kick out。好。 老兩面。我们刚才是路过这一家，然后发现这家坐满人，我们就进来了。因为这一路都是很多海鲜店，基本都是本地人。 然后他不会英语的，我一句都不会。然后我们都是用手机翻成越南文给他看的。来富国岛第一顿晚餐要吃丰盛一点吗？刚点了1、2、3、4、5、6、7， 8个菜啊。8个菜你100万是吧？100万以上。我猜150万。我以为你猜100万以内。
还差150万。100万之内我不太相信能来耶，因为都是活的海鲜嘛。那大海螺犯不犯法？那个应该不是，那个是椰子螺，应该不犯法的。这个名字我可不知道，你怎么念啊？这不就是优鸡哈吗？优鸡哈。这一整串都是扇贝肉，腌制好的扇贝肉，超好吃的。啊，很有韧劲。都有干贝的味道。啊，对对对，不会像我们吃扇贝寿司那个软绵绵的，干贝的味道，它是有点硬硬的 ，QQ 弹弹的。我觉得它这边的海鲜还是挺多花样的，而且品种又很多。小海兔，富国岛好像盛产这种海兔海鱿鱼。我要沾这个甜辣酱，里面有籽哎。每一个小卷里面都是籽，很脆，很新鲜，而且一点都不腥。这个鱿鱼很好吃，推荐。然后来开大螃蟹，它的螃蟹是直接捆绑以后直接扔下去蒸的，现在还有皮筋。这个兰花蟹，哇，这个很新鲜，的确很甜。这肉也太好剥了吧，这个肉。我刚以为用牙咬的，这个很适合螃蟹，所以这个螃蟹很甜。下来的 ，Thank you。摊上的皮皮虾，皮皮虾它是用辣椒炒的，有手掌那么长，皮皮虾是蛮大的。哇，这个也很好剥，你看，我以为要去咬它，这肉好大。我来蘸一下越南的甜辣酱，好吃好吃。它这海胆竟然是用花生去煮的，好香啊！我第一次吃这种海胆哎，就很浓郁的花生酱的味道，一点都不腥。好香。哎，你不是说富国岛生产各种花生？对，富国岛的特产是花生，厚不厚？好多环。它的扇贝也是拿花生去烤的。富国岛它海鲜的做法，就 barbecue 的做法，都是拿花生在上面一起烤。你看它的壳，它的壳上面都是藤壶螺。这螺超好吃。脆吗？很好吃，这么好吃。哇，好烫！小小的壳里竟然藏了这么大大的身体，好脆！脆啊！这一盘蛮多的。要卤。知道现在最爱吃什么吗？螃蟹。小卷。我现在最爱吃的是螃蟹，桃叔说他最爱吃的是小卷。第二我爱吃海胆。海胆，海胆是很特别。第三我爱吃螺。扇贝我觉得还是蒜蓉辣酱会更好吃一些。它又上了一道菜，是很大的螺，然后切片炒了空心菜，这个就是螺片，炒螺片，这个螺很厚。它这个螺片很有嚼劲，按桃叔的话来说，就是像在咬牛蹄筋，这样桃叔在一直嚼，一直嚼，一直嚼。它跟这个螺呢还是有区别，这个螺就特别的脆，就是脆口。我宣布这道菜的油炸完胜它的螺片。但为什么是甜的呢？肉非常饱满。汤鞋，它这个大排档有很多小摊贩会过来推销吃的，水果啊、米饼啊。但是没有唱歌的。没有唱歌的。以前我们在芽庄，在香港，每次一吃海鲜，唱歌了就来。皮皮虾也是拿油渣一起炸的，油渣。我屏幕都快放不下啦。桃叔帮我剥的蟹腿，它这旁边的竟然是腌菜哦，腌的胡萝卜，还有腌的黄瓜。
但我们还吃了1、2、3、4、5、6、7、8，那也是8样菜哦。135万越南盾。刚才我猜150嘛 ，Thank you。我刚猜150嘛，你猜100嘛，那是不是我更近一点点？很划算啦！我跟你讲，这个其实这个分量，因为我们是第一顿吃红色牛，这分量其实是4个人的分量。我看隔壁的都没有我们这么多，都。旁边那一桌接40万。我们吃太多了，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吃完了，准备回去，一会儿要回酒店看烟火。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视频的话，记得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期见，拜拜。我们明天应该也是在南部这个日落小镇逛一逛，因为天气预报说明天80%有暴雨，还是雷暴天气，所以明天可能也是在日落小镇逛一逛了。然后我们要去拍那个花的走廊，因为今天排队的人实在太多，明天早点去，或者是中午去，或者中午去中午去晒花呀。都怪这场雨啊！老吴，come you come back come back。好饿，我真的好饿。牛肉太好吃了。好，你赢了，我不说了。记得订阅，开启小铃铛哦。哎呀，经济3天就没地方去了。Hello， 大家好，我是文文。今天是我们在护国岛的第3天，倾盆大雨。今天估计缆车都停了，向导也去不了了。老吴，那今天向导去不成的话，我们还是惯例去找一些好吃的餐厅吧。现在雨停了，我们现在出来觅食，找到这家，这家店名在哪里？它怎么念啊？Come you come back come back， 中文叫老越南煲仔。老越南煲仔饭，好 ，Let's go。肚子饿，等雨停等了好久，有没有开啊，大哥？我们要去店开5点半。5点半 ，OK，Thank you。刚才开一半慢，突然下大雨了，淋湿，我的刘海都淋塌掉了。我们现在转战另外一家，这边离刚才煲仔饭大概1公里的地方吃越南米粉。你看，的饥肠辘辘了，应该有吧？不会又没有吧？他等下也就狗狗。看看今天这家值不值得5星？我们下午找的这家，就是刚刚临时找的这家牛肉粉店，有4.9的高分。看一下好不好吃？其实我已经好饿了。好饿，我真的好饿。我们第一顿的时候吃那个在接吻桥那边吃的牛肉粉，它就没有这一盒的树叶，没有这一盒的蔬菜，还有给了这个丝巾擦手。它这菜单是有中文的。然后刚才老板娘她让我们选米线还是河粉，米线的话就只有这2个米线，然后其他都是河粉类的。我觉得就是简单的菜单。就很好吃看起来不错哦。这碗是炖牛肉汤，已经烤得脆脆的大面包。OK， 他说把面包撕碎了，放在这个炖牛肉汤里吃，还有配2个料，柠檬，要把它撕下去。哇，这声音非常脆。然后蘸这个吃。哇，牛肉的味道好重哦。有点像馕会不会觉得？很好吃哦。我觉得来这边吃越南粉，如果还有胃口的话，一定要点一下这个法棍炖牛肉，超好吃的。哇，这石锅。Yeah, you put all together. Okay. And this one you bean. 直接全部 mix 进去。哇，这锅非常烫，要小心，千万不要碰到，超烫的。应该是石锅吧，然后外面裹了，一下就熟了。这锅好烫。接着要把粉倒进去，再要把这个菜折进去。我觉得这种叶子特别好吃。这是什么？空心菜。豆芽也是可以放的。然后也加柠檬，还有这个黄辣椒。他说
这边的 mix 的酱料可以蘸牛肉吃。越南的辣酱，甜辣酱，这是拿来蘸哇蘸牛肉吃的，好烫。先喝一口汤，这汤好喝，非常清爽。看这个粉。这一碗那个牛肉加法棍，才14块钱。那很便宜，我觉得富国岛的物价都蛮便宜的。这牛肉可以蘸酱吃，牛肉。再试一下这个酱。这个就是甜辣酱，越南甜辣酱，它跟大马的甜辣酱还是不一样的。大马的甜辣酱是更辣的，这是9层塔。这一次我没有认错了，我觉得这个菜折进去要在它半生不熟的时候吃，那个味道是最重的。但是这味道我觉得。我觉得好吃，要是有薄荷会更好。没有看到有薄荷，你来想打包一份。我觉得它这牛肉特别好吃，炖的好入味，很软烂。这个比昨天的五花肉炖的好吃。它的牛肉太好吃了。它面包要烤的热热手吃，可能拿回家就软掉了。越南米粉里是有放洋葱的，是这种辣椒，他们是用黄的灯笼辣椒。巨辣！这家店应该是心甘情愿给5分。他还给了一杯饮料，这饮料什么味？这就是茶。我刚才以为像我们小时候喝的汽水，其实要是我每天就这7天内都吃河粉加法棍轮流吃。你不要那么追，就是一个追牛的有每次知道什么好吃的，真的很好吃。我连续几天都可以吃这个。不是真的很好吃啊，就是很对胃口。就像泰国的酸辣排骨汤一样，非常对胃口。酸辣排骨汤现在连吃3天都会吃。对，你不要笑，不要笑。那在苏梅岛的时候，我们已经连续吃了3天。酸辣排骨是又酸又辣，又酸又辣。我还是很好吃。拜拜。哇，买了好多。他打包了好多法棍走啊。说到法棍跟鸡蛋，我也想到我在暹粒的时候。节目在暹粒，我打包了2份法棍。check in 的时候嘛，过安检，安检人员把我法棍给扣了，他说不能进入候机室。我觉得是他肚子饿。它不是水，也不是那个，它就是一个法棍里面加了肉，2个都被扣了。我当时很错愕，因为我买的那个法棍还是全家福，是买的最丰盛的。接吻桥上不也有法棍吗？接吻桥上有法棍，日落小镇夜市我跟你讲门了，接吻桥上有法棍。但是日落小镇夜市，接吻桥离那边那么远，一个在这里头，一个夜市。它在接吻桥的入口。我们骑摩托车回去，一回去那边有个超市那地方，那就是夜市了。好，你赢了，我不说了。然后我们骑到最那边。好了，不说了，我知道了，闭嘴。现在是越南时间4点53分，你让我问我晚餐吃什么，我是真想不到了。都怪这场雨啊！一场不知名的大雨，你湿了我的心。你没版权。这一顿我们一共吃了23万。我看不见，怎么那么黑啊？你觉得人家为什么瞎了？我们现在到公寓顶楼的泳池来看看。哇，不错。我到楼顶上都有。不错，对着海的。哎，这边有一个，这个是按摩池吧？表演就是在那个洞里面表演，这边就完全能看得到。那不能这样说，那有些人站在亲吻桥上不也可以看？亲吻桥6点到9点，那个开始的时间不能上桥。那我躲在桥上。躲在，那不要做这个事情，左右就200块钱，你再做这么多。黑黑的吗？就是海。你回去给它洗一下。脚要伸出来，小心后面石头。记得订阅，开启小铃铛哦。Hello， 我是文文，我们今天要去坐缆车了。刚刚雨才停了，早上还是倾盆大雨。这风也太夸张了，树都倒了。这看来这是刚种的树。今天是我们在护国岛的第4天，今天还是住在日落小镇。哇，这风也太大啦！哦呀妈呀！
但是待不上啊，这风属实有点大呀。那这边被谁刮掉了？那么多车被人刮了。我们今天要出发去坐缆车了，现在时间是10点半，终于放晴了。富国岛南部的跨海缆车全长近8公里，连接着安泰镇与香岛，是世界上最长的3线跨海缆车之一，也是富国岛最热门的打卡景点。缆车票可以现场买，但是提前上网买套票会更划算一些。我们在客路上买的含午餐套票是290元每人，含缆车的往返、水上乐园的门票、芒果餐厅的自助午餐以及亲吻桥的门票。排队多久？刚发现个状况，现在除了缆车是开的，沙滩、过山车跟水上乐园都是关的，所以淡季来还是有一定的比率会比较失望的。因为昨天的风超级大，今天早上的风也超级大，而且下了1天的暴雨。So excuse me, right now all games closed because the weather. All day closed? Now. Now, okay. So if the weather become better, all okay, I'm gonna get. Okay, thank you. You can swap a beer or a what's in the hotel. Thank you. 饮料券送了1张，还要拍照吗？他等下会给你 P 图，你看到绿幕没有 You can see photo and hotel mile.？Okay, thank you. 好多券啊！一进来收了3张券，照片券。全世界景区一样。我们等下还要 P， 不知道被 P 在哪里，会 P 在这上面吗？今天人有点多，好。Hello， 大家好，我是文文。我们现在坐上跨海小缆车了，应该是叫大缆车。今天的天气不是很好嘛，所以海是灰灰的。要是有太阳的时候，海都是蓝色的，那时候就非常的壮观，很漂亮了。其实我最期待在南部最期待的就是这个项目了。对，因为昨天下雨，早上还在下雨呢。这个缆车是从安泰镇出发，然后跨越瑞岛，还有椰子岛，最后到达我们要去的目的地香岛。那这个缆车呢，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3线缆车，太阳集团在越南富国岛打造的大型娱乐项目。这个缆车呢有7899.9米。为什么我这么清楚小数点呢？因为缆车右边有写360度的视野。我本来以为这地板也是，但是不是。我觉得现在还是挺稳的，非常稳。它应该，因为它毕竟是在海上嘛，跨海缆车，它可能有做下防风的措施。它的缆车运营的时间是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然后看季节可能提早或者是推迟。但它中午的话会休息，说11点半休息，那就吃饭时间了。那如果要吃自助餐的人要提早上来啊，不然自助餐的最晚入场时间是1点半。要看照片吗？他帮我 P 在上面呢。好笑。他帮我 P 在各种背景板上，我还站在缆车上，你看到没有？看为什么还有这种的是我没有看到，这是再见吧？应该再见。别人那是帆船酒店，那他这个是什么酒店？我们要去吃饭吗？几点了？我就记得吃。11点10分，打卡点。听到他们的越南语，总是有一种错觉，好像在听泰语。到达这个香岛，首先第一个要去的地方是哪呢？自助餐厅。我们现在在这里啊，这一片是关了，那我们现在只能去吃自助餐了。我还带了2个摄像机呢，还想去水上大展宏图，去做飘飘河。大摆锤。Can ride? Yes. OK, thank you. 这里挺多餐厅的，好像这边餐厅的价格也不是很高。冰枪。好像大家都在这里。没地方去啊，只能来吃自助餐啊。很多地方都没开嘛，所以大家都集中在这个餐厅了，同一个目标。大巴一大巴拉进来的人都是坐在这里。我们现在排队吃自助餐，结果呢，大家都在排队，都挤在这里了。
找位置啊！走啊，一路跌走。应该鳄鱼吃。真的吗？你就要加点鳄鱼啊。好。还有 sauce。鲱鱼沙拉。水果。煮的，现煮的。我们的券还可以在这边兑换啤酒。边吃饭还有音乐。这个肉串头。我现在周围的旅行团好像都是本地的旅行团，因为都在说越南语。我觉得自助餐东西一多，我就不知道要吃什么。五花肉，干炒的五花肉，现在也有点凉了。这个五花肉比我们夏天在越南家常菜那边吃的好吃，因为它炸过了，外面有点酥酥的。你看这么大片的牛肉，我觉得越南可能牛肉非常便宜，到处都是牛肉。这个牛肉虽然是看上去像卤的嘛，但它没有味道。刚刚旁边有一大盆的酱，估计要去加点酱吃，没味道。杂物，这里面是个香茅草，怪不得有那种印尼的风味。是一个布丁，哇，它上面真的是百香果酱，好爽。这个过酸哦。店挺多的。腌菜。现在是12点15分，几乎都没有位置了，都坐满了，大家都在找位置后面来的，就很夸张。陶叔的手机也放在桌子上，那个人竟然就坐下来了。就不管你桌子上有没有放东西，只要这个位置上没人，他就可以坐下来。那边做的越南河粉没有外面做的好吃，因为这里的旅行团太多了，所以几乎后面来的每个人都在找位置。然后这边占位置呢，如果你东西只是放在桌子上，比如说放一双筷子或者餐巾纸啊之类的，完全是站不住的，因为会被大家推到旁边去。所以他们的占位置的正确方式呢，是把包放在座位上，代表这个座位是有人的。就秩序太混乱了，人很多，主要是人太多了。这边的菜品是很多，然后品种也很丰富，然后它会时刻补上菜品嘛。
但是我个人就觉得，主要是人太多了，实在是太多了。那旺季不是都这里排队？淡季的情况下，你想象都这样子，它那边还有一大片没有开放，上面。那应该就是旺季时候开了。对，但是旺季开也不错。现在水上乐园开了吗？不知道。现在我们去走走，不知道水上乐园有没有开。水中漫步啊，然后加拍视频啊。有玛莎就有中文了，有玛莎就没中文。小孩子来这边是很开心的，嗯，是吧？小孩玩的。那里写着存行李箱跟放衣服的地方。locker 是要钱的。多少钱？买一个小的。钱？locker 大小的。小的。小的5万，押金5万，10万。好，这边毛巾也是5万。小个的箱子就这么大，留的东西多的话就要，我觉得还是要弄个大的。我们现在换好泳衣，准备去玩漂流飘飘河。鞋子放这。这边下，大哥。来，你不要动，我也要上车。你动了我不好上车。结伴。走喽！啊这我还没坐上去，就这样子吗？好冰啊！这飘飘河完全是考验我的臂力吧？我就是推车的。哎，它其实很浅哎，这么冷的水，等一下刺激一下就 OC 了。OC 耶！啦啦啦啦啦！摔死！脚要伸出来，小心后面石头。啊！鬼哭狼嚎。来，只能换这个。酸酸甜甜的水果茶，这是换越南的芒果，是真的。它这里玩项目呢是不能带相机上去的，也不能带 GoPro， 你都必须把行李跟包包还有眼镜锁在它的寄存行李箱那边。这个水上乐园票不是，这套票超值。哦，可能个人只能做1次。这应该也是想开发成日落小镇那种。不能是有人做的了。这个好玩，你最想玩的就是这个了。没有，主要是想爬，因为没有无人机，所以必须要利用这种高处。无人机不敢带，听说经常被没收。我还以为它是木头做的框架，然后也是用铁的，它是真纯木头。大鸽子，我觉得太阳自然公园，我觉得完全是可以拿半天来玩的，它不需要拿1整天。没有人拿1整天，太巧的拿半。
因为主要是那个缆车嘛，它精华部分就是缆车，在缆车一定是要光线最好的时候，景色是最美的，那也就是靠近中午的时候。下午呢就可以去玩水上乐园了，有一点阳光，也不会很冷，因为它本身的水是有点冰嘛。现在我们要回去啦，晚上要去吃海鲜。其实半天也蛮累的，因为水上乐园挺耗体的。 因为都是一直在爬楼梯，爬楼梯，爬楼梯。康泰群岛，然后它有几十个小岛，就有4个岛是通这个缆车的。然后如果你比如说平时别人浮潜嘛，旺季的时候就很多岛都可以去，现在也有，但是好像只有几个岛。 就浮潜，因为这个季节它珊瑚可能不会很好看。这就是看秀的地方。我们现在要去 Kiss Bridge， 怪不得他们那么爱建桥，原来他们是新桥。可以不看 ？Yeah， 给你。Oh my god， 这风太舒服了，非常的干净。我后面就是整个日落小镇，我们出来最高的那一个。这边拍小镇，你看就刚好，我帮你拍。然后这边呢是 Bridge 接吻桥，这边呢是表演的舞台，水舞秀哈。对，水舞秀，然后晚上放烟花也在这。我决定了，我要躲在这里，躲到9点钟再出去。你觉得怎么样呢？看一下这个接吻桥之间有多少距离。今天一天的行程下来，给我的感觉就是越南的旅游业发展的真的是很快，尤其这个富国岛不像是东南亚的旅游景区，就发展的很好。而且我们现在是淡季嘛，淡季就这么多人了，那旺季的话可能人都爆满。富国岛还是很适合来旅游的，挺好玩的，因为整个岛的度假氛围都很浓。就整个富国岛它是一直在建设当中，就不断的发展。因为我很早以前就听人家说过要来富国岛旅游了，就可能每年都有维护，要不然就是每年都有新盖的项目，都很。而且它管理的挺好的。对，管理的挺好的，很干净。这边以后，各种设施，就希望他们能多一点中文。哦，对对对。因为毕竟中国人也很爱来富国岛的，我搜某书上面都是关于富国岛的攻略，这边非常多韩文，然后也很多他们当地的旅行团，都是一团一团的。我现在又看到前面又是旅行团。今天因为下雨嘛，然后刚才也下了一场小雨，现在是多云，晚上应该是没有夕阳了。我们决定回去休息一下，然后晚上继续海鲜大餐。都说富国岛日落小镇没有平价的海鲜大排档，想吃海鲜都得大出血。那我们今天就只带300块钱，看看能不能搞定一顿海鲜大餐。走起！看这条路都是餐厅，中午这2边街道就很多卖水果的，晚上就是夜市啊、餐厅啊之类的。我们今天晚上到369来吃海鲜，那天中午我们吃越南河粉的旁边369。在日落小镇的镇外有不少在地人常去的餐厅，价格嘛也更接地气。上次我们在隔壁的宽欧哈海鲜大排档吃了皮皮虾和喇花蟹，念念不忘。今天路过369，觉得人还蛮多的，就进来了。好多这种蟹脚，鸭胗螺是活的，花螺。好的。是吧？这家人还没有对面多，他们都是他的招牌菜。来啦！我们的餐上了一个2串的扇贝肉，这个好像每个店都有这道菜。它旁边点缀的都是空心菜叶，也是很神奇了。我发现这边很多百事可乐，可口可乐少一些。这家店也没有上冰块。
我打个嗝哦，它配了2个甜辣酱，这个越南甜辣酱我还是觉得挺好吃的。干杯！扇贝肉，它的扇贝肉是有腌过的。我刚才说我要 spicy， 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辣是甜辣口的。这是昨天没有吃到的菜，昨天在另外一家店，他没有上，他漏了。这个蟹我一直觉得很像那个正直爱洁蟹的蟹腿，不知道是不是？每家店都有这个蟹腿。我隔壁在庆祝，好多人，好吵。他今天给我开蟹钳的工具了。这个很硬，开始开啊！开。我就看这个很好玩，我就看图，老早前就想吃这个。爱洁蟹。爱洁蟹是什么？有毒的那种啊。你是不是不会？我眼识也很开啊。啊内，但这个钳不是很大个的啦，它是小小个，你看。我觉得这蟹没有兰花蟹好吃。又上了一道皮皮虾，越南皮皮虾很大只，但是没有仙本那的大，那比我在国内买的要大，比屏幕还长的皮皮虾。开门，开门！好，交给食物处理员桃叔。这家是有配工具的。这么长的剪刀，它是这个样子吗？虾，竹节虾，是竹节虾吗？还是明虾？不知道，这个要先吃。他们海鲜里竟然都有配油渣来炒。要不要？桃叔出品就是精品。虾大不大？这虾有手掌大了，是吧？刚才上了一道花螺，本来是应该是叫白灼的，结果它拿来炒了，也是跟猪油渣一起炒的。这边是偏爱猪油渣，但这个花螺还蛮大的，猪油渣花螺我还第一次吃。像我要吃完了，全你自己掉。哦，尾巴也吃吗？太大了。我觉得没有昨天那个螺好吃。很硬，好像你用虾签的。肉非常的厚实，Q弹新鲜的，是个好虾。来吃海鲜一定要带很多很多的湿纸巾，因为手都是黏黏的。皮皮虾肉，桃叔出品必是精品。皮皮虾的肉比较没有这个烤虾的肉 Q 弹，海鲜跟夏天就是最适配的。东南亚四季都是夏天。所以来东南亚必吃海鲜嘛，有兰花蟹。直接拉。这很空。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螃蟹没有昨天那家好，里面都是水耶。今天这螃蟹有点失望了，虽然给我工具了，但是我觉得有点失望。我觉得它这个蟹没有昨天的好，空的。这个鲱鱼沙拉，别看小小一盘，它的配菜这么多，比我脸还大。鲱鱼沙拉就是那个很臭的鲱鱼吗？它是鲱鱼腌过的，这个鲱鱼怎么臭？鲱鱼沙拉，我不觉得像生的呀。鱼肉配蔬菜这么一堆，然后呢，它还配了一碗酱料，花生、姜、醋。这鲱鱼沙拉里的鱼是生的。富国岛名菜。我觉得这个辣椒酱好好吃。哇，这只虾大不大？超大的。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岘港吃的那个虾也是非常大。越南的虾
还有龙虾，我觉得价格都是很实惠的。而且越南的物价，我个人觉得比泰国要便宜。泰国近几年的物价涨得好多，就我们来护国岛以后，就看到那个物价，觉得哇，泰国的物价好贵啊，越南物价好巴适哦，哈哈，你猜今天要吃多少钱？100左右。我猜130。油渣，都甜辣口。这个油渣在国内单独卖的好贵，油渣是甜口的。看桃叔前面堆了满满的，让我的手。我都带这个湿纸巾，不然真的是很难搞啊。我觉得这个螃蟹腿哈，就是好玩，吃没有兰花蟹好吃。啊，那小小个的。啊，没啦吧？那你就好人做到底，把所有蟹腿都开了吧。所以我们今天吃的117万越南盾。我要总结一下，这家海鲜呢，没有前天我们吃的那个 UT 那家店好吃。那家店那个隔壁在斜对面，为什么呢？他给的螃蟹，我们是点了2只嘛。他给了1只螃蟹，它的蟹腿肉不够饱满，里面都是有水的。虽然花螺很大，但是我觉得螺类要是偏大的话，它又是来炒的，就很硬了。越南吃海鲜的话，要点烤虾，还要点好的兰花蟹，还有那个昨天那个小鱿鱼，就里面很多籽的小卷，然后还有昨天吃的那个螺。濑尿虾。濑尿虾其实也 OK 的啦，但是它太大份了。不吃了，已经吃太多。昨天那个螺，那叫什么螺？就很脆的螺。那个小蟹钳，我觉得也可以不点。然后鲱鱼沙拉我也觉得可以不用点，因为我不知道它到底是海水鱼还是淡水鱼，就心里有点怕怕的，因为它是生的嘛。富国岛这条街嘛，不是很多海鲜餐厅吗？它好不好吃是真的很容易看出来的，就是看食客多不多。因为基本上这边的海鲜餐厅基本都是在地人比较多，在地人要比游客多很多，因为游客基本都在日落小镇那边。吃了2家海鲜餐厅嘛，我优先推荐我们前天吃的那个优天。那今天晚上的海鲜大餐吃完了，这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喜欢我这期视频的朋友，帮我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明天见。明天呢，我们会去到护国岛的中部，然后晚上去逛杨东夜市。拜拜。